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李世民。今日係2025年8月13號星期三，美國時間11點半。今日呢個聲音專欄係一個新嘅嘗試咧，就希望每日咧有1至2次同大家好快咁重溫當日最重要嘅財經新聞。咁暫時就免費開放俾大家，咁希望大家亦都俾啲意見去同我講下點樣可以將呢一個環節做得好啲啦。今日最重要嘅新聞咧，應該就係7月份美國嘅 CPI， 即係消費物價統計，按年計增加咗 2.7%， 而核心通脹係 3.1%。咁呢個數字雖然仍然比起聯儲局自己所訂立嘅 2% 高啦，咁但係就比起市場預期嘅低。根據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嘅利率期貨計算出嚟，9月份聯儲局議息有超過 97% 嘅機會率咧係會減 0.25 厘。而喺今日美國時間上午，美國財長貝特森亦都出嚟話，其實佢認為聯儲局係有空間喺下一次嘅議息入邊減半厘。佢嘅理由就係話，因為聯儲局本來就應該喺上一次嘅會議減息，咁所以而家咧係有一個更大嘅空間嘅。咁另外一個令到市場有正面影響嘅消息咧，應該就係美國同中國嘅貿易談判達成咗協議，華盛頓同北京同意將關稅休戰延長多90日，咁就再進行下一輪嘅談判。與此同時咧，亦都傳出消息，就係話美國幾間晶片商可以向中國供應佢哋相對高端嘅產品，咁但係條件就係要向美國繳交 15% 嘅利潤。而另一邊廂喺中國方面咧，傳出消息就係叫啲企業唔好用呢啲美國公司提供嘅晶片，因為驚住有保安漏洞。詳細嘅分析咧，我將會另外做一個會員節目去講嘅。咁但係我哋可以見到就係美國似乎想嘗試將整個貿易談判咧斬件分開唔同獨立嘅事項去同中方討論。而另一點我哋值得留意嘅就係喺美國出口到中國而向呢啲企業徵收額外嘅利得稅咧，可能會成為一種新嘅模式。其實之前喺另外一啲分析都講過，整個關稅嘅議題表面上好似係要重振美國嘅工業，但係實際上係因為美國聯邦政府係急需要有新嘅收入來源，而喺憲制之下，行政部門亦即係白宮最大嘅空間去立即增加稅收，就係透過各種貿易同關稅嘅措施。而如果我哋從呢一個角度去睇，亦都解釋得到點解白宮行政部門係咁緊張要將利率嘅水平係壓低，因為只有咁樣做，佢哋先至可以喺短時間之內減低佢哋融資嘅成本，同埋減低佢哋長期嘅利息開支。咁喺以上兩個重要嘅事件底下咧，市場嘅反應就係我哋見到今日開始咧，無論係日本啦、台灣啦、韓國啦、德國啦，佢哋嘅表現咧都係非常之理想啦。與此同時，金價創歷史新高，而 Bitcoin 咧亦都喺12萬美金嘅高位徘徊嘅。最後想分享嘅一個新聞咧，就係黑石投資總監 Rick Rieder 咧，佢就話而家市場上邊大概有7萬億美元嘅閒置資金，再加上第二季企業嘅盈利有 81% 咧係勝過市場預期嘅。咁科技股裏邊除咗 Tesla 之外咧，按年季咧亦都升咗 54%， 所以佢認為如果由9月開始聯儲局開始減息，而佢相信聯儲局減息空間大概有1厘嘅話咧，目前市場上邊係充滿咗各種利好嘅因素嘅。我引述 Rick Rieder 呢個講法，唔係話我信晒佢嘅分析，而係我相信佢嘅睇法亦都代表咗唔少市場嘅一個主流嘅觀點，係有一定嘅參考價值㗎。咁今日呢一個分享咧就暫告一段落，短短地希望大家可以俾啲意見。我自己專長嘅主要都係宏觀經濟嘅
觀察同分析啦。咁但係有啲個別行業同企業嘅資訊呢，我都希望慢慢會去加多啲俾大家嘅。咁喺下一次嘅分享入邊呢，我會集中啲咁去講下喺美國嘅科技企業而家佢哋面對緊嘅情況。咁希望大家如果覺得今日呢一個即係每日嘅財經 update 係幫到你嘅話，